沈燕带着江新月回国那天，北京正值初冬，干冷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。一辆黑色迈巴赫停在沈家老宅门口，沈燕先下了车，转身去接里面的人。江新月裹着米白色羊绒大衣，踩着细高跟，小心翼翼地踏在地上，抬头看着面前这栋3层高的中式合院，眼眶微微泛红。燕哥，我有点紧张。沈燕握住他的手，怕什么？这是我家，以后也是你家。他牵着江新月往大门走，心里盘算着待会儿怎么跟林昭宁摊牌。离婚协议早让律师拟好了，2亿现金加一套朝阳公园的大平层，这个价码放在任何豪门离婚案里都算厚道。孩子他想要就带走，不想要就留下，他不强求。新月还年轻，以后还会生。推开朱红色大门，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，青石板地面一尘不染，回廊下的兰花也养得精神，一切和他半年前离开时没什么两样，但太安静了。往常这时候，5岁的儿子沈念安应该在前院疯跑，2岁半的女儿沈念昭会跟在哥哥后面咯咯的笑。林昭宁会坐在回廊下的藤椅上看书，偶尔抬头喊一句别摔了。现在院子里安静的像一座空宅。老周，沈燕喊了一声。管家周叔从东厢房出来，看了看沈燕，又看了看他身后的江新月，目光在2人牵在一起的手上停了一瞬。先生，您回来了。语气平淡的反常。太太呢？周叔沉默了2秒。先生，太太半年前就带着小少爷和小姐移民了。沈燕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什么？太太半年前就带着孩子移民了？他走之前把老宅的账目、房产证、车钥匙全部整理好，锁在书房保险柜里，密码是您的生日。太太还让我转告您一句话。周叔看着沈燕逐渐凝固的表情，一字一句地说，他说，祝您和白月光小姐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沈家的香火您自己想办法。穿堂风呼地吹过来，回廊下的铜风铃叮当作响。沈燕站在原地，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错愕，从错愕变成难以置信，最后定格在一种近乎空白的茫然上。移民了？半年前？他猛地想起半年前林昭宁确实给他发过一条长长的微信，当时他正陪新月在硅谷见投资人，随手划了一下没细看，回了句在忙，回头说。后来那条消息就沉到了聊天列表最底下，他再也没想起来。他有没有留联系方式？太太换了号码，旧号已注销。离婚协议他签好了，放在书房抽屉里，您随时可以去办手续。沈燕大步冲进2楼书房，红木书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，旁边是一串钥匙和一张便签，便签上是林昭宁端正清秀的字迹。沈燕，协议我签了，东西都在这里，孩子我带走了，你沈家的财产我一分不要。6年的时间就当是我林昭宁看走了眼，你既然选了江新月，就好好跟他过。至于我，不用找，找了也找不到。后会无期，后会无期，4个字像钉子一样钉进沈燕的太阳穴。他拆开文件袋，离婚协议上林昭宁的名字已经签好了，还按了手印。净身出户，只要2个孩子，沈家一切分文不取。他掏出手机拨他的号码，停机。微信发消息，红色感叹号。打给他的闺蜜朋友，要么说不清楚，要么直接挂断。最后打给岳母，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来。小沈啊，昭宁在那边挺好的，孩子也适应，你不用操心了。妈，别叫我妈了。你和那位江小姐的事，昭宁都跟我们说了。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安安静静把手续办了，别去打扰她。电话挂断。沈燕握着手机站在书房里，安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她慢慢坐下来，翻开林昭宁留下的保险柜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房产证、车钥匙、银行优盾，还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。第1页写着6年前结婚那天的日期，今天嫁给了沈燕。我知道他不喜欢我，但我还是想试一试，也许时间久了，他会看到我的好。他一页一页的翻。结婚3个月，他回家的天数7。没关系的，刚开始嘛。怀孕了，告诉他了，他说
知道了。没关系，他工作忙。今天做产检，在医院大厅摔了一跤，膝盖破了。一个陌生大姐扶我起来，问我老公呢，我说在忙。大姐叹了口气，什么都没说。那个叹气让我比摔倒还难受。念安出生了，6斤3两，白白净净的，像她。她在洛杉矶发了个红包，金额很大。我不想要红包，我想要她回来看看孩子。念安今天第一次叫爸爸，是对着手机里他的照片叫的。我没有录下来，录下来给谁看呢？翻到最后一页，字迹潦草而决绝，只有2个字，够了。日期是半年前。文件袋里还夹着一张照片，念安5岁生日那天拍的，小家伙笑得露出缺了的门牙，怀里抱着妹妹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，念安5岁，念昭2岁半。他们以后不会再问爸爸去哪儿了。沈燕的手指微微发抖。儿子生日是5月12号。他翻了翻手机相册，那天他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定位奈帕谷的酒庄，配图是他和江心月举着红酒杯的合影，配文生活就该这样，和喜欢的人在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。儿子5岁生日，他连一个电话都没打回去。书房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江心月端着杯热水走进来，燕哥，怎么了？脸色好难看。沈燕下意识把照片和协议收进文件袋，没事，你先去客房休息。江心月的目光在文件袋上停留了一瞬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，但很快被温柔取代。他转身离开，高跟鞋的声音渐渐远去。沈燕一个人坐在书房里，从天亮坐到天黑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发小兼沈氏集团法务总监陆志昂。老沈，你回国了，你知不知道林昭宁走了？刚知道。我过来一趟，有件事你得知道。20分钟后，陆志昂推门进来，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寒气。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叠文件递过去。3个月前，有人通过海外壳公司在2级市场大量收购沈氏集团股票，手法非常老练，每笔都不超过举牌线，风控系统一直没发现。直到上周我做季度审计，把这些碎片拼起来，有人已经悄悄拿下了沈氏 19.7% 的股份。沈燕猛地抬头，多少？ 19.7%。你是最大股东，持股 31.5%， 这个神秘买家现在是第2大股东，持股超过你们2房3房的总和。陆志昂顿了顿，我查了壳公司的穿透结构，实控人的名字林昭宁。书房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。你老婆在3年前就开始布局了。陆志昂又抽出一份文件，他注册了一家艺术品投资公司叫朝华资本，利用美院的人脉挖掘年轻艺术家，3年经手的艺术品交易总额超过8个亿，纯利润近2个亿。他还投了2家科技初创，一家去年被字节跳动收购，套现6000万，另一家刚拿红杉 B 轮融资，估值翻了12倍。他用这些钱加上他父亲前商务部的关系，通过海外渠道分散买入沈氏股票，整个操作周期长达2年半，每一步都滴水不漏。沈燕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，2年前一个晚上，他难得回家，林昭宁坐在沙发上用笔记本电脑看什么，见他进来就合上了屏幕。他随口说了句天天在家闲着也不找点正经事做，他只是笑了笑。当时那台电脑里装的可能是几个亿的生意。他现在在哪儿？加拿大？不在，他在苏黎世。陆志昂递过手机，屏幕上是一张照片，苏黎世湖畔一家私人美术馆门口，林昭宁穿着黑色大衣，头发剪短了，正和一个银发外国老人握手交谈，脸上带着沈燕从未见过的从容自信。那个老人是欧洲艺术基金的主席，掌管超过50亿欧元的资产。林昭宁现在是他们在亚洲区的唯一合作伙伴。沈燕盯着照片上的女人，觉得无比陌生，一阵剧烈的荒谬感涌上来。他以为自己在这段关系里是主宰者，结果人家早就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布好了局，走得比他还干脆。帮我联系他。所有联系方式都换了，你岳母守口如瓶。陆志昂叹了口气，行，我帮你找。但你找到他之后想干什么？协议他签了，股权他合法合规买来的，你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做什么。
沈燕没有回答，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答案。陆之昂走到门口又回过头，有句话我不该说，但我还是得说。江新月这个人，你最好防着点。他在美国这半年，有几笔资金去向很可疑。陆之昂走后，沈燕路过客房，江新月的房门虚掩着，里面传来他压低声音打电话的声音。我知道他会搞事，没事，我们也有准备，你先别动，等我消息。沈燕的眉头慢慢皱了起来。江新月坐在客房梳妆台前，挂了电话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35岁，他比沈燕还大1岁，比林昭宁大3岁。这些年为了维持这张脸，每周3次普拉提，每年医美预算不下7位数。他不能老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认识沈燕那年才18岁，在联谊活动上认识了隔壁名校的富家子弟，小伙子长得帅，出手大方，对他这个从江西县城考出来的女孩来说，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。他很快就陷进去了，但沈家看不上他。沈燕他爸沈博远第一次见面就把他的底细摸了个清楚，他爸在老家欠了一屁股赌债，他妈在菜市场摆摊。沈博远当着他的面对沈燕说，这种出身的女人靠近你，图什么你看不出来。他站在沈家老宅的客厅里，指甲掐进掌心，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。后来沈燕被家里逼着娶了林昭宁，江新月没有闹，他太了解沈燕了，这个男人骨子里叛逆，越得不到的越惦记。他以退为进，继续以朋友身份留在他身边，这一等就是10几年。半年前沈燕终于松口，说要带他去美国创业，顺便跟林昭宁离婚。他以为终于熬出头了，可刚才在书房门口听到的一切，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来。林昭宁暗中收购了沈氏将近 20% 的股份，成了第2大股东。江新月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眼神一点一点冷下来。他拿起手机，给一个没有存名字的号码发了条消息，计划提前。对方很快回复，收到。他删掉记录，重新挂上温柔的笑容，走出客房。沈燕正从书房出来，眼底有淡淡的青涩。燕哥，你脸色不太好。他伸手想去碰他的脸，沈燕下意识偏了一下头，他的手落了空。两个人都愣了一下。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得去一趟苏黎世。江新月的瞳孔微微收缩，但笑容纹丝不动。去多久？看情况，可能1周。是为了公司的事。沈燕看着他，目光比平时多了一层意味不明的东西。公司的事。江新月笑了笑，那你去吧，我在家等你。你先回你那边住几天吧，老宅太空了，你一个人不方便。江新月脸上的笑容终于僵了一瞬。他跟了他10几年，太了解他了，这句话不是体贴，是疏远。他不想让他住在老宅。也好，他温顺的点头，正好工作室有些事要处理。转身回房间时，脸上的笑容才慢慢消失。林昭宁在苏黎世，沈燕要去苏黎世找林昭宁。在看到林昭宁留下的一切之后，他第一反应不是高兴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和他在一起了，而是要飞去苏黎世找那个已经签了离婚协议的女人。这个信号太危险了。他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闭上眼睛。10几年的等待，他不允许任何人在最后关头把他毁掉，任何人都不行。沈燕当天下午就飞了苏黎世，11个小时的航程，他1分钟都没睡着。落地时苏黎世当地时间晚上7点，陆之昂安排的接机司机举着牌子等在出口。林昭宁的公寓在苏黎世湖东岸的黄金地段，19世纪老建筑改建，外表保留古典的石灰岩立面，里面全套智能家居。这套公寓市场价折合人民币3000万左右，对于一个净身出户的女人来说，显然不是靠离婚分到的财产能买得起的。沈燕站在楼下按了对讲机，响了很久没人接，他又按了一次。林昭宁，是我。对讲机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一个他无比熟悉的声音响起来，平静的像在说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们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协议我签了，财产我不要，孩子我自己养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收购沈氏股份的事，
是真的。又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他笑了一声，语气里带着一种沈燕从未听过的从容，是真的。怎么，沈总觉得控制权受到威胁了？你上来吧，外面冷，别冻着了。你冻病了，你那白月光该心疼了。门锁咔嗒一声弹开，沈燕上了4楼，公寓门已经打开了。林昭宁靠在门框上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沈燕愣住了，他印象中的林昭宁，长头发，素面朝天，总是穿着棉麻质地的宽松衣服。他曾经在心里刻薄地评价过，长得不差，但一点女人味都没有，像一杯白开水。可眼前这个女人，头发剪到齐肩，染了深棕带酒红的颜色，黑色丝质衬衫，领口解开2颗扣子，露出精致的锁骨，灰色高腰西裤，黑色细跟短靴，脸上画着淡妆，眉形干净利落，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，不是长相变了，是气场变了。那双眼睛里的内容完全不同了，从前是温顺隐忍带着讨好，现在是锐利笃定带着几分戏谑。怎么不认识我了？他歪了歪头，嘴角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进来吧。他转身进了屋，背挺得很直，走路带着自然的节奏感，和从前那种小心翼翼生怕打扰到别人的步态判若两人。客厅很大，落地窗外就是苏黎世湖。林昭宁在沙发上坐下，翘起2郎腿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坐吧。沈燕没有坐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收购沈氏股份的？2年半以前。他答得干脆利落，第一笔在港股通买的300万，后来觉得不过瘾，就注册了离岸公司来操作。你哪来的钱？自己赚的。美院那帮同学和老师，国内当代艺术圈最大的几个藏家，有一半是我上学时就认识的前辈，我帮他们鉴定作品，策划展览，做投资顾问，佣金收入比你给我的家用多得多，加上投的几个项目回报率不错，攒下来的钱买点沈氏股票，很难吗？他说的轻描淡写，但沈燕知道这背后的能量。沈氏总市值超过300亿，19.7% 的股份意味着他投入了将近60亿真金白银。一个女人在照顾2个孩子，打理一个大家族的同时，3年内撬动60亿资金，这已经不是能干能形容的了。你为什么买沈氏的股份？想报复我？报复你？林昭宁笑了，笑得很真。沈燕，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重要了。我收购沈氏股份，是因为沈氏是一只好股票，估值低，现金流好，品牌价值被低估。我做的是价值投资，和你没有关系。那你签的离婚协议呢？净身出户1分不要，你现在有60亿的沈氏股份，你觉得合理吗？我签净身出户，是因为不想跟你有什么财产上的瓜葛。沈家的钱，我林昭宁1分不欠，1分不贪。至于我自己的钱，那是我的事，和你没有关系。他微微倾身向前，目光变得锋利。沈燕，你不会是觉得我在装穷骗你吧？那个协议是真的，我不要你的钱也是真的。我爸教过我一句话，人可以穷，但不能没有骨气。你沈家的钱，脏。最后一个字说得很轻，但沈燕觉得那个字的重量比他这辈子听过的任何话都要重。孩子呢？林昭宁的表情终于柔和了一些。很好，念安在国际学校上1年级了，英文进步很快。念昭在幼儿园，适应得很好。他们在哪儿？瑞士。具体在哪儿？我不能告诉你，至少现在不能。他们是我的孩子。沈燕的声音陡然提高。他们当然是你的孩子。林昭宁没有被吓到，但他们是跟着我长大的。你陪他们的时间加起来有半年吗？沈燕哑口无言。你知道念安对什么过敏吗？你知道念昭晚上睡觉要抱着什么才能睡着吗？你知道他们最喜欢吃什么，最怕什么吗？他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抛出来，每一个都像一记耳光。你不知道，你只知道他们叫沈念安和沈念昭，但孩子不是你的附属品，不是你随时想起来了就回来看一眼的东西。他的眼眶终于微微泛红，但语气依然克制。我用了6年时间等你回头，你没有。现在你想回头了。
对不起，我的孩子已经不是那个天天问爸爸去哪儿了的小孩了。念安已经不会问了，他上一次问是半年前，你儿子抱着我的腿说，妈妈，我们走吧，去一个不用等爸爸的地方。沈燕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沈燕，你回去吧。你今天来，不是因为想见我，也不是因为想见孩子，你来是因为不甘心，不甘心你以为掌控在手心里的东西突然飞了。这是你的骄傲在作祟，不是你的感情。等你把这两件事分清楚了，再来找我。他站起身，走到落地窗前，背对着他。窗外苏黎世湖在夜色中安静的流淌。我要见孩子。林昭宁转过身，看了他很久。下个月瑞士有个长周末，我可以带他们跟你见一面。这段时间，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可以。他走到门口拉开门。沈燕与他擦肩而过时，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，清冷的雪松和柑橘。他以前从来不用香水，他说闻不惯，他就再也没买过。现在他用了，意味着他再也不用在意他喜欢什么了。走出公寓，门在身后轻轻关上。沈燕听见门内传来林昭宁打电话的声音，是德语，他听不懂，但能听出声音里的轻松和愉快，那是他从未在6年婚姻里听到过的语气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江新月发来的消息，到了吗？一切顺利吗？想你。他盯着屏幕上那个亲昵的称谓看了很久，最终没有回复，把手机揣回了大衣口袋。4. 沈燕在苏黎世待了3天。这3天里，他没有再去打扰林昭宁，而是通过陆之昂的资源，把他这2年多的轨迹从头到尾查了一遍。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后背发凉。朝华资本注册在香港中环，团队20多人，核心成员全是从佳士得、苏富比挖来的资深专家。过去3年挖掘了4位如今已跻身千万俱乐部的青年艺术家，其中1位的油画3年前80万收购，去年佳士得秋拍拍出3800万港币，将近50倍回报率。他还投了一家 AI 初创占股 12%， 去年被字节跳动全资收购，套现 3.2 亿。另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今年拿到新药批件，估值从5亿飙到45亿。陆之昂在电话里总结，你老婆现在可动用的资金保守估计在40亿以上，还不算已经投进沈氏的那60亿。他的身家已经超过你们沈家2房了。沈燕沉默了很长时间。之昂，你说他这些年的隐忍，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演戏？如果是演戏，那他这6年演的是一场完美的苦肉计。但我个人觉得不是，他是真的想跟你好好过日子，只是同时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。这2件事不矛盾，确实不矛盾。一个聪明的女人可以在真心爱着一个男人的同时，也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他不是不爱你，他只是不蠢。沈燕没有直接回北京，而是绕道去了一趟卢塞恩。陆之昂发来的地址显示，林昭宁给2个孩子报的国际学校就在卢塞恩湖畔，安保极其严格，外人无法进入。他只能在下午放学时间，站在学校对面咖啡馆2楼的窗户后面远远看着。3点半，一辆黑色奔驰保姆车停在校门口。沈念安穿着深蓝色制服，背着大书包，比半年前长高了不少，脸上的婴儿肥褪去了一些，显出几分小少年的清秀轮廓。沈念昭被保姆抱在怀里，扎着2个小揪揪，脸蛋红扑扑的，正在咯咯的笑。沈燕隔着一条街的距离，看着2个孩子上了车，看着车门关上，看着那辆黑色奔驰汇入车流，消失在街道尽头。他从头到尾没有动过。收回目光时，他看到收银台旁边有一面贴满孩子们画作的墙，目光扫过去，忽然停住了。那是一幅画着2个大人和2个小孩的彩色铅笔画，一个女人穿着裙子牵着一个小女孩，另一个大人画得很模糊，只有一个黑色的轮廓，没有五官。旁边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着，这是我的家，但我不记得爸爸的脸。右下角签名，申念呢，沈念安。沈燕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。店里的咖啡师是个瑞士姑娘，好奇地问，先生，您还好吗？他没有回答，只是伸出手
指尖轻轻碰了碰那个没有五官的黑色人影，那就是他在儿子心中的样子，一个黑色的、模糊的、没有面孔的轮廓。他猛地转身走出咖啡馆，苏黎世的冷风裹着雪花扑打在脸上。他掏出手机，给林昭宁的商务邮箱发了封邮件，写了又删，删了又写，最后只发出一句话：我不求你原谅，但我想见孩子一面。我在卢塞恩的湖边等你，等多久都行。他站在雪地里等了很久，就在以为不会有回复的时候，屏幕亮了。林昭宁的回复只有3个字：知道了。没有时间，没有地点，没有承诺，但也没有拒绝。沈燕把手机攥得死死的。她不知道的是，在咖啡馆那面墙上，沈念安上周还画了另一幅画，被压在了一堆画作下面。那幅画里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手牵着手，旁边写着：我希望爸爸妈妈重新在一起。他交给老师时说不想贴出来，因为妈妈看到了会难过。老师尊重了他的意愿，把他压在了最底下。沈燕回到北京的第3天，一颗蓄谋已久的炸弹终于引爆了。那天上午10点，沈氏集团月度董事会在36层会议室召开。沈燕坐在主位，两边坐着二叔沈仲怀、三叔沈淑平和一众高管。财务总监正在汇报业绩，沈燕心不在焉地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在手机上划来划去。他的心思还在卢塞恩那家小咖啡馆里。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，陆之昂快步走进来，俯身在沈燕耳边说了一句话。沈燕的脸色变了，还没等他做出反应，会议室外就传来了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清脆而有节奏的声响。林昭宁站在门口，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装套装，白色真丝衬衫，头发利落的挽在脑后，眉眼间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。身后跟着一个拎公文包的律师和一个报文件夹的助理。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认识林昭宁。过去6年里，她是沈家少奶奶，是每年年会安静站在沈燕身边微笑点头的花瓶。高管们私下提到她，总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。沈总那个老婆性子倒是好，就是太老实了。可此刻站在门口的这个女人，和老实的距离大概有苏黎世到北京那么远。抱歉打扰各位。她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遍会议室每个角落。我是林昭宁，昭华资本董事长，同时也是目前持有沈氏集团 19.7% 股份的第2大股东。按照公司章程第7章第42条，持股超过 10% 的股东有权列席董事会。刚从苏黎世飞过来，没来得及提前通知，失礼了。他一边说一边走进来，每一步都带着千钧的重量。沈仲怀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堆起笑容：昭宁啊，你什么时候对沈氏股份感兴趣了？怎么不跟二叔说一声？二叔在商言商，就不讲亲戚情分了。再说我跟沈燕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，这声二叔以后还是免了吧。沈淑平冷哼一声，一个女人家拿着点股份就想来董事会上蹿下跳。林昭宁转头看向他，目光平静的让人心里发毛。沈淑平先生，我的股份比您多将近3倍。如果沈氏是我家开的杂货铺，那您在这铺子里大概只能算个看柜台的。沈淑平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够了。沈燕站起来，目光复杂的看着林昭宁，给他加1把椅子。不需要。林昭宁从助理手里接过一份文件，轻轻一推滑到沈燕面前。我今天来只有一件事，这是我的正式提案，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，改选董事会。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会议室里轰然炸开。沈燕没有看那份文件，只是看着林昭宁的眼睛，试图从里面找到一丝昔日的温情，但他什么都没找到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确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沈氏需要改变。林昭宁的目光扫过全场，过去3年，沈氏地产板块毛利率下降6个百分点，文旅板块连续2年亏损，科技投资投了12个项目，只有1个走到 B 轮，这些都是公开数据。沈氏的问题不是资金，不是资源，是管理。家族式管理，任人唯亲，决策机制落后，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董事会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沈燕身上。
我作为第二大股东，有权利也有义务推动改变。这不是针对你个人，这是针对沈氏的未来。沈燕忽然笑了，她笑自己6年婚姻，以为娶了个温顺小白兔，结果人家是只蛰伏的猎豹。好，按照公司章程，持股超过 15% 的股东提案必须在1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。之昂，安排一下。林昭宁似乎没想到他会这么干脆，微微怔了一下，随即点头转身。昭宁，沈燕喊住了他。他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。念安的话我看到了。林昭宁的背影微微僵了一下，那是他在整个交锋过程中出现的唯一一次不从容。沉默了几秒，他的声音比之前轻了一些，看到了就好。然后他推开门走了出去。6. 会议草草结束，沈燕回到办公室，陆之昂跟了进来，关上门，拉上窗帘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。我先说结论，江新月利用他和你的关系，在6年前把华瑞科技引入了沈氏的供应商体系。华瑞科技实控人陈志强是江新月母亲的远房亲戚。6年来，华瑞从沈氏拿到的合同金额累计超过20亿，作为回报，华瑞通过3家壳公司以咨询费等名义向江新月控制的账户输送了不低于5000万的回扣。证据确凿吗？资金流向、合同复印件、关联关系图谱，足够刑事立案了。陆之昂翻到最后一页，指着一张复杂的股权结构图，还有更深的。华瑞科技3年前引入了一个叫鼎晖投资的股东，占股 15%。鼎晖投资的背后实控人之一是你们沈家的一个老朋友。他把手指点在了一个名字上，赵建明。沈博远生前最信任的副手，沈氏前任副董事长，如今已经退休的赵建明。沈燕的脸色终于变了。赵建明在沈氏干了25年，3年前老爷子去世，他主动退休。但事实上，他在退休前半年就通过鼎晖投资入股了华瑞科技，而华瑞拿到沈氏合同的过程，恰好是在他还在任的时候完成的。沈燕靠在椅背上，盯着天花板。一个他从18岁就喜欢，追了10几年的女人，利用他的感情在公司里安插利益链条。一个他父亲最信任的老部下，在老头子尸骨未寒时就已经和外人串通一气。他想起老爷子生前拍着桌子骂的话，江新月这种女人我见多了。你看上她什么？看上他爸赌债高筑，还是看上他妈势利眼？他想起老爷子临终前拉着他的手，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叹了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他现在知道老爷子当时想说什么了。爸，他对着天花板无声地动了动嘴唇，你骂得对，我就是个瞎子。老沈，陆之昂犹豫了一下，如果江新月的问题发酵，你可能面临监管调查。林昭宁那边的改组提案正好可以用这个作为突破口，到时候你想保都保不住这个位置。沈燕沉默了很久。窗外北京冬日的薄雾中，街道上的车流像一条流动的血脉。他想起老爷子还在的时候，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跟老爷子对着干。老爷子让他学商科，他非要学哲学。老爷子让他进公司，从基层做起，他非要去搞互联网创业。老爷子给他选了林昭宁，他偏偏要跟江新月纠缠不清。现在老爷子不在了，再也没有人能替他兜底了。每一次任性，每一次糊涂，每一次自以为是的决定，都要他自己来承担后果。华瑞科技的合同现在还在执行，上个月刚续签，合同金额3亿5千万，暂停付款，以内部审计名义冻结所有应付账款。明白。江新月那边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你继续查，把他和赵建明之间所有的利益往来全部挖出来，我要一份完整的东西。那你和他之间打算怎么处理？沈燕没有回答，他只是想起了刚才在会议室里林昭宁推门而入的那一刻。那一刻他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不是紧张，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他从未在6年婚姻里体会过的感觉，一种他终于看到了真正的他的感觉。那感觉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了太久，忽然看见一束光，刺眼，但让人无法移开目光。当天晚上，江新月公寓里坐着3个男人。
正中间是赵建明，67岁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中山装，看起来像位儒雅的退休教授。左边是华瑞科技老板陈志强，50岁出头，肥头大耳，脖子上挂一串蜜蜡佛珠，手指上套3个大金戒指。右边是一个叫宋明的年轻人，戴黑框眼镜，是江新月的私人助理，实际上是他所有灰色交易的账房先生。沈燕已经开始查我了。江新月开门见山，陆之昂比我预想的难缠。他调出了我这6年所有的资金记录，已经开始追溯华瑞的股权结构。陈总，查到你头上只是时间问题。陈志强抽烟的动作顿了一下，那怎么办？赵建明端着茶杯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，然后才慢条斯理地开口，新月，这些年你从沈氏赚了多少钱，自己心里有数。现在出了事，找我们来商量，怎么听着像是想把我们也拉下水？江新月眼神冷了一瞬，赵叔，华瑞的生意是您一手扶上马的，鼎晖的股份是您自己主动入的，这些年您从华瑞分走的红利少说也有3000万。沈燕查到我头上，您觉得自己能脱得了干系？赵建明放下茶杯笑了笑，我只是个退休的老头子，鼎晖投资是我儿子在管，我从不过问具体业务。就算沈燕查到鼎晖，顶多是我儿子投资眼光不好，我本人有什么责任？江新月的手指慢慢收紧，这老狐狸在沈氏干了25年，经手的灰色交易不计其数，却从来没出过纰漏，什么都是他儿子名下的，什么都是别人的公司代持，他自己名下除了1套房和1辆车什么都没有。赵叔，您这是想过河拆桥？不，赵建明摆摆手，我只是提醒你，你现在最大的筹码不是我们，是沈燕，他对你的感情是你唯一的护身符，只要他不倒向林昭宁，你在沈氏的布局就不会崩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只有一件，把沈燕牢牢攥在手里。江新月沉默了，他当然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出路。问题是沈燕已经开始动摇了。苏黎世那趟行程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沈燕心里某个他从未进入过的房间。那个房间里装的是林昭宁。赵叔说的对，我现在不能跟沈燕翻脸。他转向宋明，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？宋明推了推眼镜，从公文包里拿出文件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按照3层防火墙设计，如果沈燕启动内部调查，我们可以随时制造虚假资金链路，把问题引到沈仲怀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沈明哲身上。沈明哲这2年不是一直在外面搞区块链，亏了不少钱吗？正好可以利用他那些海外账户。江新月点头，可以，但时间要快，陆之昂动作很快的，3天之内可以搞定。赵建明站起身，我这把老骨头就不打扰你们了。陈总，一起走。2个人走后，江新月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老狐狸，他咬着牙骂了一句。宋明走到他身边，压低声音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和赵建明翻脸？不急，等华瑞的事处理干净了，我再慢慢跟他算账。这些年他在我身上刮走的钱，我会一分一分让他吐出来。他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帮我约一个人。谁？林昭宁。8周5下午，苏黎世 Bauralac 酒店咖啡厅。这家坐落在湖畔的酒店有170多年历史，落地窗外是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。江新月比约定时间早到了15分钟，她穿着米色羊绒大衣、黑色连衣裙、香奈儿经典款高跟鞋，全身上下不下30万，每一根头发丝都打理得一丝不苟。3点整，林昭宁准时出现。他穿得很随意，白色高领毛衣，黑色阔腿裤，平底短靴，没有名牌包，背的是一个瑞士本土品牌的帆布托特包，头发随意披在肩上，脸上画着淡妆。2个人目光相接的那一刻，空气仿佛凝固了1秒。江新月的第一反应是，这真的是林昭宁。在他印象中，林昭宁是个毫无存在感的女人，穿得朴素，说话轻声细语。可眼前这个女人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说不清的吸引力，不是精心打扮出来的美感，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自信。林昭宁在他对面坐下，把帆布包往旁边一放，微微笑了一下，
江小姐比我预想的要年轻。这句话表面上是一句夸奖，但比你预想的4个字暗示了某种不那么美好的想象。高手过招，连一句寒暄都暗藏讥讽。林小姐也比我想象的要精神。林昭宁笑了笑，用流利的德语点了一杯黑咖啡，不加糖不加奶。江小姐大老远飞过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喝杯咖啡吧？当然不是。江新月放下咖啡杯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一笔交易，关于沈燕的。如果是关于沈燕的事，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。我和她的离婚协议已经签了，她现在是自由身，你想嫁就嫁，不用来征求我的意见。你签的协议是净身出户，但你持有沈氏 19.7% 的股份，身家至少60亿。你根本就不是净身出户，你留了一手。我自己的钱和沈家有什么关系？林昭宁端起咖啡，难道江小姐觉得一个女人结婚后就不能有自己的事业了？你收购沈氏股份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推动改革还是报复沈燕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是后者。江新月的语气变得锋利，你恨他这6年对你的冷落，恨他心里一直装着我，所以你要在他最得意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，让他知道他以为平平无奇的林昭宁其实比他强100倍。林昭宁没有立即回答，他端着咖啡杯，目光越过江新月的肩膀，看向窗外碧蓝的湖面，几只天鹅悠闲地游着。江小姐，你说对了一半，我确实想让沈燕知道她错过了什么，但这只是次要目的。那主要目的是什么？主要目的是，林昭宁的目光重新落在江新月脸上，我想让我的2个孩子将来继承的是一个健康的、有活力的沈氏，而不是一个被家族内斗和管理混乱拖垮的烂摊子。不管你信不信，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。江新月愣住了。念安和念昭是沈家的血脉，不管我和沈燕怎么样，这个事实不会改变。沈氏的股权将来有1半以上会归他们。我作为母亲，保证他们的遗产价值不缩水，这是我的责任。他顿了顿，嘴角浮起一丝淡淡的嘲讽。江小姐，你是不是以为全天下的女人都跟你一样，做任何事都是为了一个男人？这句话像一记耳光，不轻不重地扇在江新月脸上。江新月的脸色变了一瞬，但很快恢复正常。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你想要沈氏的控制权，我想要沈燕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合作？你现在有 19.7%， 加上能争取到的机构投资者，临时股东大会上能拿到 25% 以上的支持率不成问题。但这不够，改组董事会需要至少 33% 以上的票数。沈燕手里有 31.5%， 加上沈家的 19%， 他稳赢。所以你需要我这边的票。江新月微微轻身向前，我可以帮你争取到一批小股东的支持。这些年我在沈氏的各种活动上认识了不少小股东，有几个跟我关系还不错。林昭宁看着他，眼神里带着审视。你帮我拿到沈氏控制权，让沈燕变成被架空的总裁，然后呢？你觉得他会因此更依赖你，还是会恨你在背后捅刀子？不会的。江新月笑容里带着奇异的自信，沈燕骨子里是慕强的。她之所以这么多年离不开我，是因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不被驯化的生命力。现在她在你身上也看到了，所以开始对你感兴趣。如果你在董事会上打败了她，她会愤怒、不甘、恨你，但也会对你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。而当他发现他最信任的女人也在背后帮了他的对手一把，他对我的感情就会彻底变味。到那时候，他就只有我了。林昭宁静静地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他笑了，真正的、发自内心的笑，笑得眼角起了细纹。江小姐，你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。你在夸我？算是吧。你的计划很聪明，但有一个致命的漏洞。你把沈燕当成一个可以被操纵的木偶，但她不是。江新月的眉头微微皱起。我跟他做了6年夫妻，比你更了解他。他表面上看起来浪荡不羁，但骨子里流的还是沈家的血。他可以在感情上犯糊涂，可以在生活上任性，但你要动他爸留给他的公司，他不但不会退缩，反而会变成一块你啃不动的硬骨头。你以为你这些年做的事他不知道？
他不是不知道，他是不想去查。他心里有你，所以选择性闭上了眼睛。但如果你把他逼到退无可退，让他不得不睁开眼睛面对真相，你以为他会选择你，还是会选择沈家？江新月的脸色终于变了，因为他知道林昭宁说的是真的。这10几年他之所以能在沈燕身边安安稳稳待着，不是因为手段高明，而是因为沈燕愿意让他待着。沈燕这个人对感情的忠诚度超乎常人的高，一旦认定了谁，就会无条件相信。赵建明是老爷子的人，所以沈燕至今还在叫他赵叔。二叔三叔尸位素餐，他也一直忍着不动。沈氏是老爷子的心血，即使他自己对这个公司毫无热情，也从没想过要卖掉或放弃。江新月忽然意识到，他这场棋从一开始就下错了方向。他以为沈燕的软肋是对他的感情，所以把全部精力用在维系这段感情上。但实际上，沈燕的软肋是他的底线，老爷子留下的沈氏就是他不可触碰的底线。所以，江新月的声音微微发哑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你的胜算比我大。不是胜负的问题，是目的不同。你要的是一个男人，我要的是一个公司。男人会变心，公司不会。林昭宁站起身，从帆布包里掏出几张瑞士法郎放在桌上，今天的咖啡我请了，你的提议我拒绝。他转身要走。等等，江新月叫住他，你就不恨我吗？这6年，你丈夫的心一直在我身上，你一个人守着空房，我一个人享受着他的宠爱，你一点都不恨我。林昭宁回头看着他，目光平静的像窗外的苏黎世湖。江小姐，你觉得这6年你赢了吗？江新月愣住了。你38岁，对外说35，实际38。一个女人从20岁到38岁，最好的18年全部耗在一个已婚男人身上，没有名分，没有孩子，没有家庭，连一个能光明正大站在阳光下的身份都没有。你的整个人生都是他施舍的，你觉得这是你赢了？林昭宁微微歪了歪头，嘴角的笑容带着一丝怜悯。我虽然熬了6年，但我有我的孩子，有我的事业，有我重新开始的勇气。你呢？如果有一天沈燕真的不要你了，你还有什么？江新月张了张嘴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所以我不恨你。林昭宁转身走向门口，因为你不配。玻璃门推开，苏黎世初冬的冷风涌进来。江新月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，手在微微发抖，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因为林昭宁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他今年38岁了，跟了沈燕18年，从大一到现在，所有的青春、美貌、心机，全部用在这一个男人身上。他从来没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沈燕不要他了，他还能干什么？所谓的事业，星月科技、新月文化，全都是依附于沈燕的存在。没有了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而他最大的恐惧是，他已经越来越老了。他拿起手机，给宋明发了条消息，启动 B 计划。9. 临时股东大会定在12月的第一个周五，沈氏集团总部36层多功能大厅。台下坐着100多位股东代表和受邀媒体。林昭宁到场时，整个会场安静了一瞬。他穿着藏蓝色西装裙套装，头发盘起，身后跟着法务总监、私人助理和一位瑞士律师。他直接走向第2大股东的席位，座位的名牌上清清楚楚写着林昭宁3个字。坐下后，他和主席台上的沈燕目光短暂的对上了一瞬。沈燕微微点头，他也点了点头。2个人之间隔了10米，但这一点头之间的意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下午2点整，主持人宣布进入临时提案环节。林昭宁站起来时，全场响起密集的快门声。他走到发言席上，没有带稿子。各位股东，下午好，我是林昭宁，代表朝华资本提出3项提案。大屏幕上出现了提案标题。第一，改组董事会，将9名董事中的4名更换为独立董事。第二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，对过去5年所有重大采购合同进行全面审计。第三，重新审议管理层薪酬体系，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。
3条提案像3颗炸弹。为什么？他按下遥控器，屏幕上出现数据，过去3年，沈氏营收增长率从 18% 下降到 3.2%， 净利润连续2年下滑，股价从68元跌到23元，而同行业龙头同期上涨 40%， 管理费用3年增长了 67%， 其中管理层薪酬占比最高，9位董事人均年薪超过1500万，是行业平均水平的3倍。各位股东，侵蚀你们回报的，恰恰是你们选出来的管理者。沈淑萍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，林昭宁，你一个靠离婚分财产发家的女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全场哗然。林昭宁没有生气，他甚至没有看沈淑萍，而是转向台下股东微微一笑。沈淑萍先生刚才说我是靠离婚分财产发家，请各位看大屏幕。屏幕上出现了沈氏工商登记资料，林昭宁的股份全部通过2级市场公开收购，没有1分钱来自离婚财产分割。紧接着是离婚协议，白纸黑字写着自愿净身出户，放弃沈家所有财产。这份协议是我半年前签的。沈燕先生的律师当时拟定的分手费是2亿现金加1套3000万的房产，我没有接受，我1分都没要。台下的骚动更大了。沈淑萍先生，林昭宁终于转向主席台，语气温和但目光如刀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在你眼里我只是沈家的前儿媳妇，但我想提醒你，我手里的 19.7% 股份是真金白银买来的，花的每1分钱都是我自己赚的。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请你尊重面前这100多位股东，他们的钱和你手里的股份一样，是沈氏的一部分。滴水不漏，既反驳了人身攻击，又把自己放在所有小股东的同一阵营里。台下的股东代表们开始鼓掌，先零星几声，然后越来越多，最后掌声淹没了整个会场。沈淑萍脸色惨白，沈燕一个眼神把她按住了，三叔，坐下。林昭宁继续发言，用了20分钟详细阐述改组方案，条理清晰，数据详实，逻辑严密，每一条建议都有充分依据。沈燕从头到尾都在看着他，看着他侃侃而谈，看着他用数据和逻辑碾压沈淑萍的蛮横，看着他从容应对每一个提问。这个女人，他用了6年都没有真正认识过，而今天他站在他面前，光芒万丈。投票开始，第1项提案，改组董事会。大屏幕上数字开始跳动，沈燕的手放在表决器上，迟迟没有按下去。他手里 31.5% 的投票权是全场最大单一力量，如果投反对票，加上2输3输的 19%， 提案大概率通不过。他抬起头，和林昭宁的目光在空气中再次对上，他的眼神很平静，没有哀求，没有威胁，甚至没有任何期待，只是看着他，像在等他自己做决定。他想起7、8岁时跟着老爷子来公司玩，中途有高管进来汇报，说犯了个错把大客户得罪了。他以为老爷子会发火，但老爷子只是安静听完，问了一句，你打算怎么补救？高管说了方案，老爷子点头说可以，去做吧。他当时不理解，问为什么不骂他。老爷子放下笔说，骂人不能解决问题，你骂他，他会怕你但不会服你，你让他自己想出解决方法，他会觉得你信任他，下次会做得更好。这就是管理。沈燕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他把手放在赞成按钮上，按了下去。沈仲怀和沈淑萍同时转头看他，脸上写满震惊。沈燕没有看他们，只是平静地注视着大屏幕。最终结果，赞成票 61.3%， 第1项提案通过。林昭宁转过头看向主席台，两个人的目光再次对上，这一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长久。然后他微微点了点头，嘴唇无声地动了动。沈燕读出了那2个字，谢谢。第2项提案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。投票更加激烈，这意味着沈氏将主动揭开伤疤，把过去5年的所有不规范操作暴露在阳光下。沈仲怀跳起来反对了10分钟，用尽了所有能用的理由，但沈燕又一次投了赞成票。第2项提案，赞成票 58.7%， 通过。
第3项提案也顺利通过。沈燕站起来做总结发言。今天的股东大会通过了3项重要提案，这是沈氏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。我将全力配合新一届董事会的工作，支持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各项调查，没有任何保留。沈氏是我父亲沈伯远一手创办的企业。有人说家族企业做不大，我不信。但要做大，光靠家族不够，还需要专业的管理、透明的制度、开放的胸怀。最后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，林昭宁小姐。她以股东身份向沈氏提出了最诚恳也最尖锐的批评。没有她，沈氏的问题可能还会继续被掩盖下去。所以不管私下里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在沈氏这件事业上，谢谢。他微微鞠了一躬。林昭宁坐在台下，看着台上向他鞠躬的男人。6年前他嫁给他的时候，以为他会是一生的归宿。6年后，他站在他的对立面，用商业手段逼他改变，而他却当众向他鞠躬道谢。这个男人确实混蛋，但不是不可救药。独立调查委员会成立后，只用了2周就完成了一份让全公司震惊的报告。核心结论3条。第一，以赵建明为首的利益团伙在过去10年间，通过操纵供应商流程，从沈氏攫取至少12亿非法利益，涉及供应商17家，华瑞科技是最大的一家。第二，赵建明退休前后利用内部信息进行内幕交易，非法获利超过2亿。第三，江新月作为利益网络重要节点，协助华瑞科技获得供货合同并收取回扣，已查明金额6400万元。报告还附带一份37人的涉案名单，3个副总裁及核心高管，11个部门总监及中层管理者。沈仲怀看到报告那天下午走进沈燕办公室，放下一封厚厚的辞职信，声音沙哑：我管的地产板块采购量最大，华瑞的事我有失察之责。沈燕看着自己的二叔。沈仲怀的问题不是贪，是懒，懒得查，懒得管，懒得怀疑任何人。赵建明正是利用了这个弱点。二叔，你留下来。董事会改组之后，管理层要大规模调整，我需要你帮我稳住局面。你不是坏人，你只是太信任赵建明了。罪魁祸首是他，不是你。沈仲怀的眼眶红了，他看着沈燕，忽然觉得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侄子变得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从前那个吊儿郎当的沈家少爷不见了，坐在面前的是沈氏的掌舵者，一个冷静果断有担当的男人。你爸要是在天有灵，会为你骄傲的。调查结果对外公布后，舆论一片哗然。江新月作为沈燕的同居女友这个身份，让整件事的八卦指数直接爆表。财经媒体和娱乐媒体同时扑上来，网上铺天盖地的骂，情妇贪了自家公司6000万，这沈燕是瞎了吗？难怪原配要离婚，这种男人活该。沈燕没有做任何公关应对，只在社交媒体发了一条简短声明。作为沈氏集团董事长，我为自己在用人上的失察和私生活中的不检点，向全体股东和员工诚恳道歉。我将全力配合监管部门调查，承担我应该承担的一切责任。沈氏的问题，不论牵扯到谁，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没有辩解，没有推卸，没有遮遮掩掩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舆论开始慢慢逆转，虽然私德有亏，但处理公司事务还算有担当，比那些出了事就找替罪羊的强多了，至少没包庇那个女人。沈氏股价经过初期暴跌后也开始企稳。资本市场最怕的不是问题，而是掩盖问题。沈燕选择了公开透明，反而赢得了一部分投资者的信任。而江新月已经彻底慌了。调查结果公布后第3天，经侦支队正式对他立案侦查。公寓被搜查，银行账户全部冻结，护照被扣押，限制出境。他找赵建明，关机了；找陈志强，被经侦带走协助调查了；找宋明，只说了句姐，我也在配合调查，对不起就挂断了。他一个人坐在被翻得狼藉一片的公寓里，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。江新月，是我。林昭宁的声音。江新月身体猛地绷紧，你打电话来干什么？想看我笑话？恭喜你，你赢了。沉默了几秒后，
林昭宁说了一句让江新月完全没想到的话，我给你介绍了一个律师，翟明远，北京最好的经济犯罪辩护律师之一，联系方式发到你邮箱了。你是成年人，犯的错自己承担，但你有请律师的权利，这个律师费我帮你出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替2个孩子积德。不管怎么说，你跟他们的爸爸关系是真实存在过的。我不希望你因为缺律师而受到不公正对待。法律该怎么判就怎么判，但程序必须公正。江新月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，他想起苏黎世咖啡厅里林昭宁说的那句我不恨你，因为你不配。当时以为那是羞辱，现在才明白林昭宁是真的不恨他，因为林昭宁从来没有把他当成过对手。还有一件事，赵建明昨晚在浦东机场被边控了，持假护照出境被当场抓获，最迟明后天会上新闻。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在他落网前主动交代一些对你有帮助的信息，这是在给他指路。自首加主动揭发同案犯，在量刑上会有明显差异。林昭宁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我想要的不多，我希望审视干净，希望2个孩子能有健康的成长环境，希望该死的人得到惩罚，希望犯错但还有救的人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至于你，我对你没有期待，你过得好或不好都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。说完他挂断了电话。江新月握着手机，眼泪无声的流了下来。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，是因为感动、羞愧，还是终于看清了自己和一个真正强大的女人之间的差距。他不恨林昭宁了，他只是觉得这18年过得真不值。1周后，江新月在律师陪同下主动自首，提供了大量关于赵建明犯罪网络的关键证据，获得了从轻处罚的机会。赵建明被抓获后，面对如山铁证全部交代，他的案子牵连甚广，成了当年最轰动的商业反腐案件之一。最终判决，陈志强因行贿罪、职务侵占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，赵建明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江新月因自首且积极配合调查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4年。宋明作为从犯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3年。宣判那天，沈燕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判决结果，沉默了很久。他想起18岁的自己，在大学联谊会上第一次见到江新月，她穿着白连衣裙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怯生生的问：同学，这个座位有人吗？18年了，从18岁到36岁，这个女人几乎贯穿了她整个人生最好的时光。她曾经以为她是白月光，是对抗家族安排的出口，是疲惫生活里唯一的温柔乡。可到头来，一切都是假的。沈燕关掉手机，走到窗边，窗外北京的天空难得放晴了，冬日阳光虽然淡薄，但至少是亮的。她忽然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恨他。也许他爱上的从来不是真实的江新月，而是一个幻影，一个用来对抗父亲的道具。江新月恰好出现在那个位置上，扮演了他需要的角色。他们都在这场戏里各取所需，只不过最后戏散了。11春天来的时候，沈氏完成了董事会改组，4位独立董事全部到位，清华经管学院教授，前证监会发审委委员，国际知名投资人，前世界500强亚太区总裁。沈氏董事会从家族聚会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决策机构。林昭宁没有赶尽杀绝，按照他在董事会上的影响力，完全可以联合独立董事把沈家彻底边缘化，但他没有，只在最关键的位置推动更换了人员，其他人事安排都尊重了沈燕的意见，这让沈燕心里更不是滋味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和林昭宁现在的关系。法律上还是夫妻，离婚协议签了，但手续一直没办，他似乎不急，他则是故意在拖。他们的婚姻像一栋烧毁的房子，只剩下焦黑的框架立在原地，没有人拆它，也没有人重建它，但他们又不是完全没有交集。董事会要见面，公司事务要沟通，每次见面林昭宁都是公事公办的态度，客气、礼貌、疏离，叫他沈总
会议结束后礼貌地说一句辛苦了，每一个动作都标准的像商务礼仪教科书，让沈燕觉得胸口发闷。她从这种客气里读到了一条明确的信息，她已经不在乎了，不在乎到可以用对待任何一个商业伙伴的方式来对待他。春节前，沈燕给林昭宁发消息，问能不能让2个孩子回来过年。他回了消息，我问了念安，他说想回去看看。我订了腊月28的机票，孩子交给你3天，除夕到初2，初3我接他们走。腊月29下午，沈燕亲自去机场接机。他在国际到达出口站了将近1个小时，举着手写的接机牌，上面写着念安、念昭。航班落地后，沈念安穿着红色羽绒服，背着蓝色小书包，牵着妈妈的手走在人群里。他比上次在卢塞恩看到的又长高了一点，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，停在了那块牌子上。他松开妈妈的手，一个人朝沈燕走过来。沈燕蹲下身，双手微微张开。沈念安走到他面前停下，歪着头看了他好一会儿，那双酷似林昭宁的眼睛里带着超出年龄的审视。爸爸，他先开了口。沈燕的眼泪差点掉下来，他一把把孩子搂进怀里，抱得很紧很紧。沈念安僵了1秒，然后慢慢放松下来，把下巴搁在他肩膀上。你比照片上老，眼角有皱纹了。沈念安认真的说，我在学校画全家福的时候，不知道爸爸该画什么样。妈妈给我看了一张你以前的照片，那张照片上没有皱纹。沈燕想起卢塞恩咖啡馆那幅没有五官的黑色人影，她用力眨了眨眼，把酸涩逼回去。以后你可以看着我的脸画，爸爸以后一直在。沈念安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把头埋在沈燕肩膀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沈燕感觉肩膀湿了一小片。沈念昭看到沈燕激动的手舞足蹈，大声喊着爸爸爸爸爸爸。他还太小，不懂大人之间复杂的恩怨，只记得这个人是爸爸。沈燕从林昭宁手里接过女儿，小姑娘搂着她脖子咯咯笑，肉乎乎的小手拍着她的脸。爸爸去哪了？爸爸哪儿也没去，是爸爸不好。林昭宁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什么也没说。他把孩子的行李箱交给司机，交代了几句。念安对花生过敏，念昭晚上要抱着小熊睡觉，作息时间不能乱，语气平静克制，像进行工作交接。你不一起回去？不了，我住酒店，初3来接孩子。他没有给他任何挽留的机会，转身走向出租车候车区，背影和那天走出会议室时一样从容。沈燕抱着女儿，牵着儿子，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。他忽然有一种冲动，冲过去拉住他，跟他说，你不要走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。但他的脚像定在地上，一步都迈不出去，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资格说这句话。除夕那天，老宅终于有了久违的热闹。周叔把整个院子布置得喜气洋洋，红灯笼挂了一排，厨房飘出年夜饭的香气。沈念安在前院和橘猫玩得不亦乐乎，沈念昭在客厅搭积木，搭一个倒一个，倒了就咯咯笑。餐桌上摆满了菜，八宝鸭、清蒸桂鱼、红烧肉、四喜丸子、翡翠虾仁，全都是林昭宁以前年夜饭的菜单。周叔在这个家里待了30年，记下了每一个人的口味。沈燕坐在主位，沈念安在左边，沈念昭在右边。吃吧。他夹了一块鸭肉放到沈念安碗里。爸爸。沈念安忽然放下筷子，认真的看着他，你以后还会走吗？沈燕愣住了。妈妈说你工作很忙，所以以前不常回家，但是你刚才说以后会一直在，是真的吗？沈燕放下筷子，认真看着儿子的眼睛，是真的。爸爸以前做了很多错事，欠了很多债，爸爸不会跟你说对不起，因为对不起没有用，但爸爸会做给你看。沈念安看了他很久，然后低下头，重新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沈燕碗里。这是你爱吃的，妈妈说。沈燕看着碗里的红烧肉，喉咙像被堵住了。林昭宁居然还记得他爱吃什么，他以为自己在他心里早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妈妈还说，沈念安继续说着，语气很平静，你在公司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，你把坏人赶走了，保护了好多人的工作。他说我应该为你骄傲。
沈燕的手指微微发抖，她低下头，夹起那块红烧肉塞进嘴里，味觉在那一刻仿佛失灵了，她只尝到一种味道，咸的。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，滴在手背上，烫烫的。爸爸，你哭了。沈念昭歪着头奶声奶气地说。没有，爸爸是高兴。沈念安没有说话，只是安静地继续吃饭，但夹菜的时候又往沈燕碗里多加了一块。那天晚上，沈燕把2个孩子哄睡后，一个人坐在书房里，对着老爷子一向倒了杯酒。爸，你当年选了他，不是因为他好拿捏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你知道，只有他能撑得住沈家。你什么都知道，知道江新月是什么人，知道赵建明是什么人，知道林昭宁是什么人。你把所有事都看透了，但你什么都不说。你让我自己去碰，自己去疼，自己去明白。他仰头把酒一口干了。窗外的夜空中有人放起了烟花，一簇一簇在黑暗中炸开。他拿起手机，翻到林昭宁的微信，离婚协议签了半年，但他没有删他。对话框里最后一条消息是他半年前发的那一大段话，他只回了一句在忙，回头说。他打了一行字又删掉，最后只发出一句，谢谢你把孩子带得这么好。过了很久，久到以为不会有回复了，手机震了一下。新年快乐4个字加上一个句号，平淡的向系统自动生成。沈燕盯着这4个字看了很久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笑了。他回了，哪怕只是4个字，但他回了。窗外烟花还在放，念安和念昭在隔壁房间睡得香甜。老宅暖气烧得很足，院子里的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。沈燕忽然觉得这是她这辈子过的最好的一个除夕。初3那天，林昭宁准时出现在老宅门口。沈念安牵着妹妹的手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沈燕一眼，拉她的手，爸爸，你会来瑞士看我们吗？会，每个月至少去一次。这次是真的，咱们拉钩。沈念安伸出小指和他拉钩，我会带妹妹去机场接你的。林昭宁抱着沈念昭，沈念安跟在身边，3个人走向路边的黑色轿车。走了几步，林昭宁忽然停下来，弯下腰跟沈念安说了句什么。沈念安点点头，牵着妹妹先上了车。然后他转过身，朝沈燕走了回来。沈燕的心跳猛地加速。林昭宁走到他面前，隔着不到1臂的距离，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几秒。除夕那顿饭，孩子们说很好吃，周叔做的。我知道。他垂下眼帘，沉默了1秒，又抬起头，沈燕，你瘦了。沈燕张了张嘴，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林昭宁说这4个字的时候，语气和6年前他出差回来时他说的那句你回来了，饿不饿一模一样，平淡自然，带着习以为常的关切。昭宁，他的声音有点哑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林昭宁打断了他，语气重新变得理性克制。离婚协议的手续，你想什么时候办都可以，我配合你。公司的事，董事会那边我会继续履行第2大股东的职责。至于其他的，他顿了顿，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。其他的再说吧。再说2个字，像一块浮木落进沈燕心里那片被压抑了很久的海洋里。不是承诺，不是原谅，更不是复合的信号，但至少是一扇没有完全关死的门。好，那就再说。林昭宁看了他最后一眼，转身走向轿车。发梢在冬日阳光里划过一道弧线，带着那股清冷的雪松味飘过沈燕鼻尖。车门关上，黑色轿车缓缓驶离老宅门口。沈燕站在原地，看着他汇入街道车流，直到消失在视线尽头。他忽然想起6年前婚礼上那个画面，林昭宁穿着洁白婚纱站在他面前，眼里盛满紧张和期待，轻声说了一句沈燕，以后请多指教。他当时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心里想的是另一个女人。他用了6年时间才听懂那句话里藏着的勇气和卑微。一个女人在明知他不爱她的情况下，还是选择嫁给了他，然后用6年时间努力经营这段单向的婚姻，付出所能付出的一切，直到再也给不动为止，然后转身离开，走出了一条比他更宽阔的路。
现在他想追上去，不是觉得他一定会原谅他，他甚至不觉得他应该原谅他，而是想让他看到，他终于配得上他曾经给过的那份真心了。哪怕要追1年、2年、5年、10年，他沈燕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耐心。尾声，时光如水，转眼3年。沈氏集团在完成董事会改组和内部整顿后，业绩显著回升。新采购体系每年为公司节省超过5亿成本，净利润率从 5.8% 提升到 11.2%， 股价从低谷23元涨回50元以上，市值重新站上350亿。林昭宁的昭华资本同样发展迅猛，成功收购了那家欧洲老牌拍卖行的股份，管理资产规模从8亿增长到超过50亿。他在北京和上海各开了1家办事处，开始把业务重心往国内倾斜。董事会上，他和沈燕依然是2个阵营的对手，他是第2大股东代表外部投资者立场，他是控股股东代表沈家立场。在很多具体决策上依然会有分歧和争论，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这种争论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是2个互不信任的人在博弈，现在是2个互相尊重的人在探讨。沈燕把烟戒了，减了20斤，学会了用磕磕绊绊的德语点菜和打车。他每个月飞1次瑞士看孩子，雷打不动。沈念安的话里，那个黑色无脸人的轮廓已经变成了有五官有表情的爸爸。沈念昭看到他不再问爸爸去哪了，而是问爸爸什么时候来。林昭宁的态度也在慢慢松动，从最开始的公事公办，到偶尔会在沈燕来看孩子时多做1道菜，再到有一次沈燕德语说错了一个词，他忍不住笑了一声，那笑声很短，但沈燕像收藏宝石一样把它收藏在心里。这天晚上，沈燕在苏黎世的公寓里陪2个孩子吃完晚饭，哄睡了念昭，给念安讲了2个睡前故事。走出儿童房时，发现林昭宁坐在客厅沙发上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份文件。什么东西？你自己看。沈燕拿起来翻了翻，是一份股份转让意向书。林昭宁要把他手里 19.7% 的沈氏股份中的 10%无偿转让给2个孩子的信托基金，由沈燕担任基金管理人。这意味着加上你手里的 31.5%， 你实际控制的投票权超过了 41%。 林昭宁端起酒杯喝了一口，语气平淡，以后沈氏的事你自己做主。沈燕放下文件看着他，为什么？不是为了你。林昭宁看向窗外，苏黎世湖在夜色中泛着粼粼波光，是为了孩子。他们将来要继承沈家，我希望他们继承的是一个完整的沈氏。而且，他顿了顿，你这3年的表现勉强及格。沈燕忍不住笑了。3年，从后会无期到勉强及格，这大概是林昭宁能给出的最高评价了。昭宁，我当年跟你结婚的时候，我爸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林昭宁这个姑娘你配不上。我那时候不信，我觉得是他又在安排我的人生。沈燕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，现在我信了，我确实配不上你。林昭宁垂下眼帘，轻轻晃着杯中的红酒，但我可以继续努力。沈燕的声音很轻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认真，不是为了公司，不是为了股份，不是为了任何东西，就是想让你有一天觉得沈燕这个人还行。客厅里安静了很久，窗外湖水轻拍着堤岸，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10下。林昭宁放下酒杯，站起身走向自己的房间，路过沈燕身边时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，只是轻声说了一句，那你继续努力吧。他继续往前走，沈燕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昭宁，下个月念安生日，我想在老宅给他办个生日会。周叔说院子里的兰花今年开得特别好，你来吗？林昭宁的脚步顿了一下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重新迈开步子，推开房门时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话，看你表现。房门轻轻关上，沈燕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，慢慢笑开了。他说的是看你表现，不是不。窗外苏黎世湖的湖水在月光下安静地流淌着，远处的阿尔卑斯山雪顶在夜色中泛着银白色的光。
这座他跨越半个地球来了无数次的城市，终于在某扇关了很久的门上裂开了一道缝，光从缝里透过来，很细但很亮。沈燕拿起桌上那份股份转让意向书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林昭宁已经签好了名字，旁边留着他的签名栏。他拿起笔，在自己的名字旁边加了一行字。写完之后，他把文件放回原处，起身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苏黎世的万家灯火。老宅院子里的兰花今年真的开得很好。周叔上周发了照片过来，那几盆林昭宁亲手种下的素心兰，在被精心照料了3年半之后，终于在这个春天同时开了花。洁白的花瓣在晨光中舒展着，像一群终于等到了春天的白蝴蝶。花还活着，一直在等主人回来。现在花开了，主人的心门也终于不再紧闭。沈燕掏出手机，给周叔发了条消息，把老宅最大的那间卧室重新收拾一下，不是客房，是主卧。周叔秒回，收到，先生。窗外夜色温柔，星河滚烫。